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年作家文姬儿，我们要和有良心的人谈恋爱，过有趣的人生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鹤阳，情感生活遇烦恼，打开电视看爱宝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顶级的浪漫不是霎时的花火，而是把名字刻进彼此的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唐米娜，祝大家相爱容易，相处不难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婚前看缺点，婚后看优点，这放大镜啊变成望远镜，日子才能过得又甜又远。希望大家都有又甜又远的好日子啊！是。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两组嘉宾，他们的日子是遇到了点问题啊！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们。来，请开门。欢迎你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李先生42岁，来自河北，职员；李女士38岁，来自山东，全职妈妈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家里边啥事他都不管，他每天总忙一些让人理解不了的事情，还总说没时间。我希望他能多顾顾家，然后呢，我也希望能实现一些自我价值。希望他少忙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带好孩子就可以了。也有孩子了，日子也过得其实还是坎坎坷坷的哈。对，结婚也挺多年了吧，一直就是有很多矛盾，就感觉很多矛盾都没有解开。就是也希望今天能通过这个节目吧，希望就双方都能找到自己的问题，都有所改变吧。先生也是这意思是吧？对。那先从你们认为最严重的矛盾说一下吧。矛盾太多了，我就说几个比较经典的吧。还有经典的让我难以释怀的。好，就是因为我婆婆吧，就是也没什么文化，就也没有什么边界感。然后之前我们住在一起，就进我的房间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从来都不会敲门。就这点就让我特别的崩溃。你锁门啊？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尊重吧，一个礼貌吧。我就觉得这完全没有隐私，我就觉得那不是我的家，我觉得那就是他们3个人的家，我就是一个外人。跟婆婆特别友善的说妈，你看你能不能敲敲门啊什么的，这不行吗？我跟他们也沟通过，那可能我沟通，我觉得可能也是有点问题吧，就是有时候上来那个火就比较大，然后可能也没有说坐下来正经的就说这事儿。我觉得这种事情就应该让老公去跟他沟通，但是到他这儿呢，他就是老觉得我妈就这样，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，我改变不了他们，你也甭想改变，我爸妈也不容易。那你去沟通了没有呀？像他说这个事儿吧，就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我觉得这都陈芝麻烂谷的事儿，不应该到现在还记着了。毕竟现在已经分开住了。分开住多长时间了？好多年了，也就3年嘛。以前的事儿，他总是就是老提这以前的事儿。那是因为你没做到位，他才提啊。对呀，而且每次这个事情也不是他去解决的，就他就是不管，然后每次我就觉得就把我推出去，我一个人去直面他们家人。我以前是做市场这块的，需要到外地去出差呀什么的。他妈就问我啊，出差去哪儿呀？去几天呀？我说去2、3天。他说那跟谁呀？我说同事呀。他说男的女的，直接来这一句。我当时还觉得人家挺关心我的，问问啊怎么样？哎，可能会问问我让我吃好喝好还是怎么样？结果人来一句男的女的，紧接着就来一句那怎么还跟男同事出差呀？你跟领导说说，怎么还安排个男同事呀？干嘛呀？这是还出去2、3天？你跟领导说一说，让他们换个女的。哎，我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无语，就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就特别的就没有被尊重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是当老人对儿女的关心，这不很正常吗？是关心是正常的，这个方向你觉得很正常吗？因为那个他们那年代的人肯定有一些传统啊、封建的思想。我觉得说真话，做儿女的能理解，尽量去理解，对不对？根本都是无理取闹，我觉得认为是。不，当时产生了这个冲突了吗？产生了，我后来我就语气就不太好嘛，我说那怎么？我说要不然你去跟领导说吧，因为那个男同事人家是负责产品这块的，我们需要布展，需要拿着设备，女同事怎么能拿得动呢？就必须有这么一个男同事。然后我就这么说，人他妈就不高兴，不高兴就找到他儿子就哭鼻子抹泪的呗，就意思我语气不好啦，我不尊重他们了，怎么样的？但他也没有向着我说呀。那他妈妈不都哭鼻子抹泪了，他咋的还得把他妈也训一顿吗？关键是哭鼻子抹泪都已经成家常便饭了。你也哭鼻子抹泪呗？我也哭，他看不见呀。他不能够理解老人的这种想法，毕竟就是年轻人很难改变老年人他那种思想了，还不如自己就是说是能退一步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不，你是用一种温和的态度跟你太太沟通啊，还是说这事儿你就站在了你妈的角度？我说我
我去说，但是呢，我就没说。但是你看你妈哭了，你就觉得你妈不容易。每次就是你妈不容易，就我容易呗。我嫁到你家我就最容易了。反正每次我就觉得都是我去直面这些问题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种事情，他最后都是怎么处理的？就是当这个事儿就没发生，他就沉默了吗？就是每次就搪塞我，然后我俩就冷战。冷战完了以后，我就慢慢自己消化呗，消化完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可能就是一个人嘛，在人家家里边生活，就会有一种跟他们就已经就被带跑偏了。哎，我可能会觉得是我的问题，就比如说这洗衣服这事儿，脱呀那个什么内裤呀或者内衣啊往那一放，有时候孩子一哭呀一什么，可能就忘了换个尿布呀干嘛喂个奶就忘了，其实也不是不想洗，哎他妈就会拿起来就给你洗。然后一边洗一边就甩啊！现在的年轻人真够懒的，脱了就往这一扔，也不知道自己洗一洗，一边洗一边甩，一边怎么着的。我就说，我说那你愿意洗你就洗，你要不洗你就放那儿，我也没让你洗。人家一听就觉得委屈了呗，觉得你看我帮你干这干那个的，最后还得不到好，怎么解决的呀？那就我就找他嘛，找他最后你有曾经尝试过自己去直面暴风雨吗？我觉得我沟通可能也是有点问题吧，因为我们山东人嘛，就是比较直说话。所以你有直接跟他的母亲发生过正面冲突吗？有，吵的就是最后他抹眼泪，我抹眼泪。不管是洗内衣事件，还是你出差这事件，你这不都算你和婆婆其实已经有了小的冲突了？那你老公你俩会吵起来吗？也会，我一说这些事儿，他就会觉得说他父母没有什么问题，我就应该适应他们，他就是这么一个观念。他说这些事儿啊，都是在我们就是说还在一起住的时候发生的事儿。当年我给他说了，只要我们搬到自己的房子以后自己住不就好了吗？现在不就好了吗？没有这些问题了吧？这就是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。当时您不能说是过去了我就不提了，那咱今天都是由过去一点一滴积累到现在的呀。虽然说咱是活在当下，那过去也忘不了啊，他没忘了呀，他要忘了不就不来了吗？当时你怎么解决的呀？我就哄哄我妈，让她别生气了。哄哄你妈，训训媳妇儿？没有训她，我就说我去跟我妈沟通，就骗她说啊，沟通。她不是说和你也有激烈冲突吗？是有冲突，但是我改变不了我妈，因为她就这样。他就认为他妈就没有错，就觉得都是我的问题。就是和稀泥呗。对，就是来回就根本就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。后来实在是忍不了了，我就直面冲突，直面他父母，我们之间就产生了这个矛盾，有时候就会就骂了或者吵了或者怎么样。那他站哪一头呢？他还是向着他父母吧。这还不是和稀泥，是拉偏架啊！我有2个问题，南方。第一个问题，之前一块生活的这么多年，您觉得您媳妇儿是所有的事儿都不对吗？我觉得不是所有吧，也是大部分吧。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这个妈妈跟媳妇儿要打起来了，哎呦害怕他们俩又要打架了，哎呦我怎么办？你有过这感觉吗？啊，也觉得挺烦的，怎么又来了？怎么？你看他这个表达的方式和他这样，他就挺烦的。你们生活在一起也是帮你看孩子是吧？对呀，这其实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已经帮助挺大的。他还不知足，总是在这个那个的，我觉得可理解。为啥我现在我不上班我带孩子，那还不是你父母带的，把孩子带的太成功了，带的太好了。哎呦，这啥意思？他奶奶为了自己省事，就一块手机，能看到没电就这么玩，能行吗？晚上的时候睡觉给块手机一直看，看到这个就孩子就搓眼睛难受了，他不就睡了吗？那省事儿啊。现在我家孩子8岁，上2年级，快200度了都。不是，那晚上哄睡觉，你们身为父母哄，咋是爷爷奶奶？我们哄，但是偶尔比如有时候出差啊或者干嘛，那会儿就是忙呀什么。那会儿孩子小的时候比较忙嘛，就其实我觉得这近视眼就是遗传，因为我也近视，他非说是带孩子带着赖人家老人，是不是这事儿？你问过医生吗？人医生都说了，300度以下就不会引起这个遗传这个事儿，就所有的后果到最后就是我来承担，包括这个吃糖这个事儿。你说这孩子一个是牙，一个是眼睛，这2个明明是通过我们大人就说去负点责，什么是可以去避免的一个事情。因为我的牙就不是很好，所以我特别注重这块儿。我就从小就给孩子刷牙什么，我说这甜东西一定要少吃。他爷爷能跑到批发市场，就那糖一袋子一袋子往回批，还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今儿这个批的，你看比那个零售便宜多了。”一袋一袋往回给我整，然后我说不行，然后我就拿着去给那个公司同事都分了好多了，人家又给你运回来了，一批一批给你运，然后给你藏到那个枕头底下呀、玩具筐里呀、柜子里哪呀，总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他能给你悄悄的拿出糖给孩子吃了。尤其是晚上，我好不容易逗着哄着给把牙刷了，嘿，人家过去他爷爷房间。
不到2分钟一块糖炫完了，然后就带着这个吃了这个糖的这个牙就在睡觉呗。所以我真的很无奈，我真是。哎，这男方你觉得你媳妇儿说的这件事儿严重吗？我觉得不严重。我从小是这么长大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现在说手机看的这么频繁，或者说很多东西就是让孩子顺其自然多好。那要顺其自然的孩子，你给他1麻袋糖，他都能给你吃了了。那牙都已经后边就那个牙全都没有了，连根儿都拔了。哎呀，我觉得他总说人家都不好，还有很多好处，你怎么不记着呢？我说不好，我也不是说就是你父母这个人不好，我是觉得他们观念上，或者说有些什么东西，就是说跟我的认识上可能是不一样。我也想通过你去把这个事情咱们去给他解决了，但是解决了吗？没有。就我一天我这嘚，我这还得不能说正面跟人说，哎，说你别让人吃糖怎么的，我还不能这么说，我还旁敲侧击的。啊，我就说，哎，宝贝儿，别吃这糖啊，这糖会影响怎么或怎么，我就这样说，他爷爷奶奶听不见吗？理解，这不是孩子小的时候吗？就是因为之前住在一块儿。他不怎么作为嘛，就他父母就代替了他的那一部分责任了，所以说就有问题有冲突都是跟他父母的冲突。但是现在我们自己住了，我发现他的问题就更大了。周6日在家，我那一躺，人家说养生的乌龟养生法就不动，我那一躺，看手机、刷视频、玩游戏，什么弄足球，就喜欢他那个足球，就啥也不管。有一次就这孩子去那个书法班，我就知道他记不住肯定，我跟他说，我说6点半去接，我给他嘱咐了3遍。到最后，人家老师打一遍电话，那个孩子同学的家长给打，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我又联系他，联系不上，还也不知道是干嘛去了。后来我给打人家说干嘛，说孩子不是7点接吗？哎呦，我当时我那个火就特别大，然后孩子就哭呀，那没人接就自己害怕嘛，跟那人家都放学了，那他就觉得无所谓，哎呀，这接晚就接晚呗，多大个事儿啊！这是偶尔一次呀，还是说经常晚接？我后来我就不敢让他接了，我就自己累死我就自己来呗。所以等于现在搬出来了。你老公还是让你不满意？对，他有自己的生活习惯，他不会为了家人做出改变，这个我特别不满意。比如说抽烟、喝酒就罢了，他是在外边应酬，我就不管了，对吧？你抽烟，我吸点2手烟无所谓了，我能忍一忍。那孩子还小，你就在家抽烟，跟他说了多少次，他就觉得哎呀无所谓。我也知道，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孩子在屋里，我在客厅啊，或者说阳台抽一根。再说我也不是天天在家，对不对？反正这个我知道，也抽烟肯定影响孩子，这个我知道。但你就做不到。你对你太太呢照顾的好吗？或者在意你的感受吗？完全不在意。我都说这就是我兄弟哥们儿，就是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就自己在过自己的日子，就那种感觉。接孩子我也能接，对吧？带孩子我也能带啊。做饭他父母要不做，我也可以做呀，就那么回事儿吧。哎，你们他说这个我不赞成。搬出来住了，完自己过了，也不上班了，你自己好好看孩子吧。他还不整一些这些乱七八糟没用的事儿。你说住楼房，他在我们小区前面跟人家物业还有几个这个邻居吧商量好，租了一块空地种菜。我就不理解，你说做这些干什么？我种地我是为了让孩子吃上有机的蔬菜，我还要养鸡呢，我让孩子还吃点健康的鸡蛋。是在网上买了4只小鸡儿，1天就死了。那小鸡儿死了，那你没找找自己的原因呢？那我让你去给我去弄那个鸡笼子，你没给我弄啊？你没弄，那肯定那就是黄鼠狼进去了。闺女喜欢孔雀，你还要准备买孔雀，幸亏人家物业不同意，整一些这些乱七八糟没用的事儿，什么出去搞个兼职啊，什么的。那搞兼职，那我不是想实现自我价值吗？那我一个人，我在我天天就在家带孩子，我崩溃了，我这是受不了，就焦虑了，我都抑郁了。不是你孩子都在小学待着呢，你抑郁崩溃个啥呀？白天他已经有那么多时间不在家，然后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吃完饭了以后就得写作业，你抑郁个啥？哎呀，弄作业我就很崩溃。就是1年级的时候，孩子那老师特别负责任，就是一有点问题就给我打电话，给我打的我实在是焦虑了。老人帮你带，你觉得整个人快焦虑了，现在自己一个人带，又说带孩子的让我快抑郁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人生总崩溃来自于你爱崩溃，所以是个人都让你崩溃。一个鸟都能让你崩溃，有孔雀你会崩溃，没孔雀你会崩溃，你的人生永远都在崩溃，找各种理由崩溃。我崩溃是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就是说主要是家庭嘛，别人我还不在乎，哪爱咋咋地。我问问你先生，你认可他吗？我觉得这个生活中的矛盾吧，在我认为这是正常的，我也挺理解他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很多事都是他自己就给自己找气受。这很多事儿可以不用当回事儿啊，他非要就是那较那真儿，就问题在他是吧？对对对，反正那会儿坐月子也是，他妈那门想开就开，他不管你这个。
尤其是膝盖，就可能是在月子里就是有点招风了吧。他就是天生一个大火炉子，他就是特别怕热，我俩正好就是相反子。到夏天我那空调我都不想开，因为一开就觉得那个凉它不一样，就觉得往骨头缝里钻。理解。他不行，他就必须得开，他永远他不会考虑我，只考虑他自己。那咋办呢？我说既然这样的话，要不然咱俩就分开住，你再给我买再买个房子。他就觉得他自尊心受挫了，觉得我这样就是有点。他应该受挫啊。我说的可能也确实不太对，然后人家就跑出去跟朋友。你真的好喜欢自我反省哦。确实，你又爱自我反省，又爱自我检讨，还喜欢自我说服，同时还自我内耗。后来我俩就冷战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那因为孩子你各种你肯定有事儿得问呀，得说呀，就慢慢就好了。冷战期间那空调还开吗？开呀，该开呀。哎，所以你又不气了。我气啊，我没办法，就他又能忍，不能他永远都是气得要命，然后啥也没解决，就最后都是妥协了，就按他的来呗。所以就觉得就挺不被理解的，就看似说都是生活的细节小事儿啊，但确实时间长了挺伤夫妻感情的。先生，你觉得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现在问题严重吗？如果最严重的时候是10级啊，你们家现在的夫妻问题的严重程度，你到几级了？你认为7、8级吧。妻子觉着呢？我觉得8、9级了，但是我好像还挺能自我疗愈的，有。是，你就光嘴上厉害。那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。那我先说一下，丈夫，我觉得你这个人的尺度非常的大。我妈妈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或者有什么矛盾，就那点事儿。媳妇儿啊有委屈了，就那点事儿，太双标了。那你媳妇儿受了委屈，一句话也不能说是吗？现在说姐姐，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要相信，她在您这不作为，她在她妈妈那一样不作为。你不要觉得她偏袒她妈了，我反而觉得她没有拉这个偏架，就在我看来。首先他逃避矛盾，其次他强词夺理，甚至我觉得他可能说你的一些什么问题，说哎呀你不要这么，他可能也这么怼他妈，因为他这个人他就没有举一反三的能力，他眼里没活，他没有主见。姐姐您自己本身就挺大女子主义的，你需要一个能够 hold 住你大女子主义的一个又是正向的大男子主义还不那么直男的人。他现在还没有从一个孩子的角度转变成一个爸爸，你现在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而且就是因为还有一种就是他会有一种习惯性逃脱，在他眼里他跟他的孩子是一个位置上的人，他不希望他和他的孩子任何一个人被你所控制了。你的老公就是一个没有责任感没有边界感，同时他以自己为中心的人，所以我反而是建议说，现在你把你所有的这些点你要跟你的老公去聊，因为我看得出来你爱你的孩子肯定是优先级于你的老公的。如果他没有那么爱你的孩子，你就跟他讲，那咱俩就可以分居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再去内耗，不要怀疑你自己的问题，你也不要每天怨天尤人的感觉全世界都对不起你。为了你的孩子，你开始学会跟他建立起制度，建立起这种不要以他为核心的一个家庭环境，至少你俩是独立的。你们俩人，我听完之后，我感觉啊，谁也别说谁，你们俩人都挺能自洽的，自洽在自己的理念与世界观当中。你所有的事情在发生之前，你就觉得它要发生了，但是嗨，发生就发生吧，或者它已经发生了，嗨，反正结局就是不了了之呗。最坏的结果就是两边都哭，哭累了就都不哭了，完事儿了。我不需要做什么，那边是我妈，我能说她什么？这边是我媳妇儿，你还不能让老人吗？最后结果就在那儿，实在自己解释不了了，就反正那就这样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你不就是这态度吗？字面上理解你说的这些全对，但是人不是这样做事情的，尤其是一个男人，在自己的母亲跟媳妇儿之间不是这么干事儿的。再加上女方嘴还比你利索，反正我听完这个事说，你们俩都没有往前迈一步的打算，然后高举着各自的旗帜，觉得我这儿没问题，我这儿也没有问题，反正就是他的问题，反正就是他的错。这边是反正这家就这样，这边就是我也用不着你，我自己也能处理，反正你就是不对。你们俩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意愿。如果没有这个意愿，我觉得你们俩在不离婚的前提下，你们俩继续，无数人给你们调解完之后，你们还回家该干仗干仗，该不冷战冷战，该不说话不说话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人自己想一想怎么沟通，怎么适当的让自己改变一点，然后对对方的要求一定要明确的说出来，为这个家而一块努力才行。他们俩都不想离婚，想法是一致的，但是原因是一点都不一样的。女方不想离婚是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很在意这个家，很爱这个家，希望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是吧？希望老公能
哪里调整调整，咱们一家三口也搬出来了，孩子也大点，咱好好过。这是你不离婚，但是过得不舒服。可你老公可真不是啊，你老公不离婚的原因和你不一样，他是因为持有成本极低。你们这个小家庭对他来说，他不用付出太多，他就可以拥有一个回到家有人给我做饭啊，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啊，有孩子慢慢长大，对吧？我也不用太费什么心啊，我也不用负太多责，反正赚钱交回家就行。你看，你做任何跟他的沟通，冷战、热战都好，根本没有成本。你把自己太轻易的、拱手的、没有原则、没有底线的，全部展示给他了。你每一次叫嚣之后，你实现了任何一次你心愿的达成吗？一次都没有。婆婆照样洗着你的内裤，埋怨着你，对吧？公公照样买糖。老人也好，你老公也好，他们一家人的对你的持有成本都很低。这个原因固然是因为他们可能某些懒惰、自私的行为导致的，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你自己的不作为。你太软弱，你如果再这么生活下去，你将来真的你想在家种个花都不行。我说丈夫啊，我觉得你真的是挺自私的，而且你这个自私吧还挺可悲的。你真是窝里横，欺负你老婆，嘴硬心软，把您的责任心往家里也更多的放一放，你这日子才能过下去。否则有一天你老婆真的孩子也大了，她自己腾出功夫来能做更多事儿的时候，人家不受你那个气。现在底线低是因为有孩子，是因为对你还抱有希望。人不是总在一个人身上充满希望的，如果这个人不作为，希望迟早有一天会破灭的。给老婆提供点情绪价值，该买礼物买礼物，该表扬表扬。希望你们都能够努力啊，加油吧，谢谢。我觉得婚姻幸福的唯一标准就是我们在婚姻里头得允许对方做对方。如果对方是一个散漫的人，他就是一个责任心没有那么强的人，那是他。不是说我一定要把他改变成跟我一样责任心和发条都上满的人。今天我对你意见最大，是因为我觉得你在吃力不讨好，并且在伤害孩子。因为你那么爱孩子，可你却不知道，在整个家庭里头，是你会给孩子最大压力，是你会让孩子在这个家庭生活里头不舒适。你的丈夫因为过于散漫，所以孩子在他身边其实没有太多的紧迫感和压力的。但是一旦看到妈妈的时候，他会从妈妈身上知道几件事。第一，我有很多不足，我近视，我有蛀牙，我有一切，而这一切居然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我爷爷奶奶把我弄成这样。你孩子从你身上学会的叫推卸责任，什么错都不是我的错，我8岁不该为自己人生负责，全是我爷爷奶奶的错，因为我妈就这样告诉我的。一个孩子如果不能够学会对自个儿人生负责，一味的推卸责任，这孩子一辈子成不了才，一辈子都会是拖累。今天上场到现在，你说的所有的你的崩溃都来自于别人。住在一起崩溃来自于公婆，你分开了崩溃来自于丈夫不接，带小孩崩溃来自于我不能工作，我工作崩溃因为我还需要带小孩。你所有的崩溃好像都指向了外界，唯独没有对着你自己，因为你无能。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干到最好？做妈妈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尽全力？你的人生到现在停摆了，你对此愤愤不平，你以为是男人造就的，但事实上是你。然后回到您丈夫身上来，你也确实不招人喜欢呀，兄弟。就你妻子好歹是在尽力，但是你就是干脆无为。我无为且消极，但你做了一件事，就叫做我上交了我的工资，请问是全部还是部分？全部。全部。好，那也就能够理解你在生活里头的甩手了。法律规定它只有一半是属于你的，他交了全部，那么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我用额外的钱买了服务？我希望回到家了以后有一口热饭吃，我希望回到家了以后至少不要那么脏，让我知道可以到哪儿下脚，因为我交出了全部的钱。否则你把钱还他一半，让他在外头雇个人，你看咋样？那你雇不起。不行，对吧？所以既然你拥有了人家全部的钱，咱能不能够对他一点好和提供一点服务？因为你多拿了一半。然后对于丈夫来讲，当你发现自己家是一个不像样子的状态，你该干嘛？抱怨吗？
不是配合着他先给他收拾好，然后告诉妻子，我其实期待的是这个样子，我给你打了个样呗，你今天没有时间收没有关系，我看见了我就收了，因为夫妻就是相互配合的。我原本想的是劝离婚，因为你们俩待下去，我觉得对孩子伤害很大。但是后来我想想，也不能劝离婚，离了以后，这孩子无论跟谁伤害都更大。对吧？你们2个人一起带孩子，孩子还有缓冲了。妈妈逼得紧，爸爸给他泄气儿；妈妈压力大，爸爸这边没事没事，乖，来我这儿。好了，孩子还能够一唱一和的得到平衡了。可是万一跟了你，2天孩子就丢了，没人接他。孩子要是跟了你2天，娃疯了。每天对着镜子看，我一身缺点，我又近视了，蛀牙又多了1颗，而且我的作业又没写完，完了，妈妈我厌学了，是吧？你们俩应该锁死，因为性格挺互补的。但是，请你们各自该松绑的你要松一点绑，丈夫该上劲儿的请上一点劲儿。婆婆越位成了主人，老公缺位成了看客，那妻子只能是被迫当了外人。老公其实接下来做的很简单：1立规矩，2护妻，3担责任，4上心。头2点是针对原生家庭的，你的父母；后2点是对你的结发之妻的。其实看起来好像搬出来问题解决了，实则不然。你们之间最大的现在产生的问题就是妻子现在的一个心理的状态。你是打着一个什么旗号？有一些坏的习惯使得孩子受到伤害，你现在要来为了孩子而辞去工作，你价值没了。你别以为现在赚着老公上交的工资你就很坦然了，你现在安全感极其之低下。所以你要闹动静，要不然你动不动就崩溃呢？因为你没有自洽的能力啊，你没能够让自己能够产生自信啊，你的生活、你的价值全都依附在丈夫、孩子身上了，你缺乏自我实现了。现在唯一能够证明自己价值的，就是去工作。所以说，赶紧和公婆去搞好关系，因为既然已经拉远了距离，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矛盾了，对不对？孩子的问题绝不是公婆导致的。所以说，当处理好公婆的关系之后，你有一个帮手，就是老公，可以帮你去缓和中间的这个冲突，那你就可以好好去工作，找份工作吧。那2位也思考一下老师的建议啊，也不用这么沉重啊，总能解决问题，好吧？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听听这对年轻情侣的事儿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李先生27岁，来自河南，电商；汪女士30岁，来自河南，销售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和稀泥，没担当，不信任。希望他能多体谅我和我的家人，愿意和我结婚。让他家人多认可我，多信任我，不要两边和稀泥。你俩这是因为要结婚所以有矛盾是吧？对，是的啊，因为我是离异嘛，有一个女儿。当时我们2个的话是属于双方的亲戚介绍的，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。我们2个正式接触之前，其实我就比较担心，我这个情况他们家人会介意啊，或者是男方自己的话，就是心里面不舒服。在正式接触之前，我们双方家长就见了面，说了一下我这个情况。他们家人父母啊，表示的就是都挺愿意的。然后包括就是我男朋友他自己的话，也觉得他可以接受。就是我确定他们都没有什么意见之后，我才说，那可以，我们就正式的接触了解一下。刚开始其实都挺好的。我们那时候因为是属于异地嘛，不在一个地方，平时的话也就是微信上去讲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呀，然后什么样的性格呀，我觉得都还可以。因为毕竟是经历过嘛，我就想彼此多了解一点，然后时间能够就是说稍微长一点。大概我们2个就是接触了有1个多月的时间，他妈妈就说让我回去一起跟他们家人一起吃个饭，都见面嘛。我就专门请假回去之后，当时在饭桌上就还没吃2口饭，他妈妈就直接问我，那你们什么时候订婚呀？什么时候结婚呀？才1个月。对，才相处1个多月，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我就想就是再等等。但是我这个话吧，我就不想从我嘴里说，我就想让他说，然后我就扭头就示意他嘛，给他个眼神让他回答，然后他看看我之后就低头吃饭，然后什么也不讲。那不是，我觉得我们认识没多长时间嘛，感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订婚结婚，要尊重他的意见。这肯定是他说的算呀。那你可以说出来，你就说尊重他的意见。
没说。对，他当时他就没讲，我就觉得他就有点好像就不会在他家人跟我之间去平衡一些事情。然后我看他不说话吧，我就回答他妈妈，我就说那我们想再等等，然后过一段时间，到时候再商量这个订婚结婚的事儿。然后当时吃饭过程中，就是他们家也没有表现出来说不乐意，也没有说不开心，因为这个事儿。回去之后的话，他就告诉我，他们家人想要着急，就是让他订婚结婚，说他身边的人都结婚了，人家都有孩子了，怕我拖再久影响他了。但是我是想着这不才1个多月吗？然后我就想着就是哪怕是我们再等2个月都可以，就是他家人就一直逼得很急。后来的话我就想着，那如果他家人确实着急的话，那不行，那我就妥协吧。我就说那我们就要不先订婚，他也跟他妈妈讲了，让他妈妈去看有哪些好日子，然后我们选一个。那个时候因为是夏天嘛，6、7月份，他妈说就是最近也没有什么好的日子，都要到年底了。我一想那也刚好可以，我们还有就是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也相处相处嘛。然后我觉得我们肯定到年底就顺其自然的就订婚了。都还挺开心的，我也跟我们家人讲了。但是后来谁知道这矛盾在后面呢？说完这个事儿之后，他去我工作的地方找我，就发生了一点矛盾嘛。因为那段时间他离职了以后，他找了很多工作，他说都不合适，就一直就安定不下来。我就说你要是实在没有好的，咱看个差不多的，先稳定一下，才能保证生活嘛。然后我们俩就因为这个事儿有点不开心。完了，他回去之后，就让他家人就知道我们俩就是吵架了，就故意就那样表现出来。那是因为我太生气了，家里面就感觉我们可能不合适啊。然后就2个人不适合在一块儿了，然后说我把他赶回去了，不让他跟我在一起。然后说我们家就劝我，一直想劝我分手嘛。你们家人1个月的时候着急让你们结婚，吵溜回家就劝你分手，这也太草率了吧。然后他跟我说了之后，我说那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那咱俩就分手嘛，对吧？对，就别因为这个事儿到时候搞得2家人就不好看，咱别闹得撕破脸。他不愿意，没有多久他家人就给他介绍对象。那肯定他说分手了呗。我没说呀。那为啥给你介绍对象那是因为家里面觉得不合适嘛。那你在得知父母给你安排相亲的时候，我当场就拒绝了啊，明确的表示了，对，我不想明确的表示了，我没打算跟他分。是的。那你跟父母说了吗？你们误会了，我们俩还挺好的。我说了。那父母怎么说呢？他们说就先让我加个微信，试着了解一下。他们不相信我给他分了。你加了？我没加。这一段姑娘怎么知道的呀？对，这一段你要不告诉他，他将啥都不知道。也啥都没发生。你出卖了你爹你妈，出卖了一个未曾谋面的女子。那是因为我们2个吵架了，因为一些小事情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没发生。这一切都是你编出来告诉他的。他发生了，因为后来我发现了他家人给他推荐微信。这一系列的事情啊，发生之后，你对这个男孩有没有什么新的判断和认识呀？当时就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什么事他没有主见，而且他很容易逃避责任。我觉得他如果不想跟我分手的话，他不应该跟我讲。你们经历到这个时候，你会对你俩的关系有怀疑吗？当时我心里其实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了。他说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，就各种这种就保证嘛。然后说以后会处理好这件事情。他生日的时候我不是专门回去就跟他一块过生日嘛。他发了一个我们俩牵手的朋友圈，他爸妈就看到了，就直接给他打电话要让我给他分手。当时我也和我父母说了，我说你不要和他说。后来反正是他妈给我发消息，他是这样讲的。他说如果你要是愿意跟我儿子在一起的话，就是你以后愿意养他，然后养我们这个家，我们都没意见。就说他儿子这个人不行，不负责任，然后不挣钱，不努力，不愿意干活。那我当时我也生气，不过我也没跟他说什么话，我就给他回复了一个，我说那阿姨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，我说你们要是有好的选择了，我说我也尊重你们的想法。然后他直接给我删了。我觉得刚才他妈说这个话
挺厉害的，双管齐下。你没有母亲会贬低自己的儿子。他给他发的信息第一条就是你能养我们全家，你们俩就结。第二个就是我儿子啥也不是，又不会挣钱，你要不要这个废物？他妈用了2个相反的套路，完全施加在他身上。然后我就要跟他分手，他说就要寻死觅活，他要跳楼。后面然后我就跟他提要求嘛，我说你要是非要在一块儿的话，那让你们家人给我道歉。我觉得这最起码的尊重，对吧？道歉了没有？没有。没道歉，怎么还订婚了？那我觉得，那怎么长辈和一个小辈道歉了？那后来就是我们家人就劝我嘛，就是听了这个事儿，他也生气。但是后来我们家人就劝我，就说我这个情况嘛，然后也30岁了，也不好找了。妥协是吧？对，就他们家人也不了了之。他妈妈说，如果要给我道歉，他妈就去死。后来就到了这个年底嘛，我们就商量订婚的事儿，之前的事就不了了之了。之前我们俩刚认识、刚接触那时候，我就说了，我说以后这彩礼给多少呀？我们就是有没有房子单独住呀？他说我们这边彩礼都18.8万，然后20万，然后包括20几万都有。我说那我能不能要个整数，就是20万？他说可以，他一口就答应了。然后我就说那以后我们想就是跟父母分开住啊，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嘛，跟父母可能就是生活习惯不太一样，就可以避免一些矛盾。他说可以，那我们结婚前就能这个买婚房，他们家人也愿意。当时是他自己说的，我就觉得不可信。然后我说你跟你家人先商量一下吧。后来过了没几天，他说我商量好了，我们家人都没意见。没2、3天就要订婚了，他家人就是全盘否认了，说他们家人没有听过这些话，也没有答应过。那是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先答应下来嘛，先答应下来再说，再回去和父母商量。那最后没有商量通嘛？那你就别跟他订婚了呗，要道歉没道歉，要彩礼没彩礼，这那都不满意，还订什么婚呀？但是他就不提前跟我说，就是明后天要订婚了，他才讲。对，你们订婚也是要通知亲朋好友。对，我们那边订婚就类似于像办了一个婚礼一样。所以你就等于是就一步一步没办法就走向了订婚的这条道路。那婚房呢？之前答应你的呢？一说到这个婚房，我就更来气了。他爸直接就给我打来电话说，我们家没钱啊。我们家买不了房子。如果说我儿子就是非要跟你在一起，你要是不愿意他寻死觅活了，我以后肯定不会去你们家找你事儿。我当时就挂了电话嘛，我也跟他说了，我说你们家要是不愿意，我说那咱就不定了，是吧？这么明显的逐客令，你还商量个啥呀？你还要跟他讨论个啥呀？人家父母就是没看上你，就是不爱你。那也不是这个样子。就是从哪来的不是啊？所以那就是我现在给你妈打个电话，让你妈说一句爱她。米娜老师那3个字用的特好，就是逐客令。对呀，打刚才我说他妈第一次给你发信息的时候说，完了你养我们全家，你俩就在一块儿。我儿子啥也不是，你要喜欢这样的，你俩就在一块儿。其实从那儿开始就已经是逐客令了。就你看，我都这么说了，你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就我不希望你们在，我不会祝福你们的。你这接完这信息没走，就证明了你死皮赖脸的想留下。我有种感觉，就是谈恋爱是他们俩在谈啊，结婚是跟父母在结啊，对，有这个感觉。哎，那我多问一句啊，抛开你们结婚这些事儿，你们2个小年轻人在一起谈恋爱的感受如何？其实刚开始我觉得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从后来订婚以后，可能矛盾就多一点。就主要还是因为涉及到这种人生大事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既不作为，他的父母又不支持，是吧？对，平时我们2个相处的话，可能他也是就是这种不负责任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干什么事儿吧，感觉就跟带个儿子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不是像他说的这种啊。就比如说发生个什么事儿，跟他说完之后，我想让他给我提一点建议啊，或者是说个方向，是吧？我参考一下。我跟他讲完之后，他就说那咋办呀？那你想咋弄呀？那怎么办呀？就每次都这样。那有些事我确实是解决不了啊。比如说啊，就是他之前找我的时候，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下我的朋友嘛。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咱们去请人家吃饭。然后到时候的话，我说我们聊天肯定会涉及到这个工作的话题。我说那你就该讲话讲话，跟人家熟络起来嘛。我都提前交代了。然后他还是问我那咋弄呀？那咋说呀？那怎么办呀？然后到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提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他也不讲话，就一直看手机，一直吃饭。我就示意他，我都踢他，他也。哎，姑娘，你说啊，你找了这么一个男朋友，除了是单身愿意娶你之外，工作不稳定，父母不支持，彩礼少拿，婚房没有，
好像也挺听父母的话的，是吧？没什么主见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不想跟他结婚。综上所述，今天来的诉求是想跟他分。对，我就是内心就是有这种想法，但是就可能也不是说100%吧，就70%、80%，我就不想跟他结婚了。啊，那把那20%、30%说出来，希望他有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要求，你就直说。啊，我就希望他以后就是在我和他家人中间嘛，不要和稀泥。你该他处理的事情他自己处理好，没有必要就是我说什么不好听的话，他传达给他父母，他父母也不高兴，他父母讲什么不好听的话，他也传达给我，然后我也不开心，就搞得就是这还没正式在一块儿呢，就有矛盾了。你这咋两头挑啊？那有些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那我只能说出来了。他可以答应不两头挑，但是彩礼不给了，婚房不买了，可以吗？婚房不是不买，说的是等2年再买。为啥等2年再买啊？因为我们家还有一套房子，如果要买的话，是要把另一套房子给卖掉。你可以先贷款嘛，抵押嘛。他告诉我是，他说他家人不想有压力，然后就不想贷款。那个房子是门面房，说是卖了就可惜了，然后浪费了，以后还能做生意，还能租出去收租金。我说这些话你都可以提前跟我讲，让我知道。我又不是说要求你们立刻马上买这个房子，哪怕还2年。你又妥协了。对呀，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不是订婚之后嘛，就听人家讲说。我除了有个女儿，我还有个儿子，而且都14、15岁了。我听完我就觉得可搞笑了，我才刚30岁啊，我14、15岁，我天哪，我啥时候生小孩了？那我当时听见，我也和我家里面说了，我说那怎么可能呢？发生这个事儿之后，我还说，我说你们要么直接来问我，或者问我们家人了解真实情况。要是还不相信，我说那咱就没有必要去结这个婚了，是吧？这搞得以后的还没结婚呢，大家都互相不信任了，肯定以后有矛盾。哎，姑娘，那个上一段婚姻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性格不太合适，我们2个就是都比较急躁那种脾气，就完全讲不了话。哦，那为什么女儿会归了对方？之前嘛，我工作的原因一直都是他奶奶带着，可能就比较习惯了，而且我们这个他上学在那里也都稳定了，然后他也跟他奶奶生活习惯了。也没有什么影响，然后我会经常回去看他，但他家人就不乐意。没有，我说那肯定不行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比其他啥都不用讲了。那是因为我们那边离过婚的，就是再婚的，就好多过个1、2年，他们就回去了。就是我父母也怕是这个样子，怕他跑了。如果你俩真的领了结婚证以后，你们家里人怕他跑吗？那领了结婚证肯定就可以了呀。那万一他要跟你离呢？拿了彩礼，买了婚房。婚后财产，然后离了呢？那离了也没办法。生育要求有这个吗？那我们俩结婚了，那该要嘛，我也没有说不跟他生孩子。对，姑娘，我现在有点不明白哈，这么多让你觉得你们俩关系当中阻碍，你为啥死乞白赖非得还跟他在一块儿啊？就现在我就觉得我们2个也那么长时间了嘛，而且确实他平时对我可能也就比较关心，然后人还可以嘛。小伙子呢，也不准备分手是吧？对呀，那肯定的。我喜欢她呀。喜欢她啥？长得漂亮呀，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2家近，感觉有个什么事都方便。你们2家近，但彼此嫌弃，2家方便约架。我也没有嫌弃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你俩一说为什么非要跟对方在一起，没有一个人说的是关于感情，说他俩就是贪财和好色。哎，对。但我还是任性的劝你们，我觉得你很掰了吧。姐姐，你是经历过1次婚姻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婚姻的本质是什么。你应该找个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够跟你继续把日子过下去？他现在的条件、他的家庭环境和他的物质基础以及他的成熟度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你们俩现在有个孩子。他连支撑到结婚这一步都到不了。你的前夫好歹支撑到你们俩结婚生了孩子，他现在还养娃。这个男孩，我觉得他挺假的。我一点都不觉得他真实，我一点不觉得他老实。他一定是在你们俩第1次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他回去就说了你诸多不是、诸般坏话。你也检讨你自己，你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你还愿意相信他画的饼？你还愿意明知道他的父母这么嫌弃你，你还要上赶着去嫁？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个人的人品不行，如果他的家庭环境就不行，远嫁近嫁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而且还让你养他们全家。哎，我冒昧问一句啊，你养了你自己全家吗？就是咱能不能做事儿先
想想后果。那么这个男生，你赶紧的放过人家，你也放过你自己。你没有这个金刚钻，你就别揽这个瓷器活。你给不了就是给不了，要靠父母给就是靠父母给，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就别耽误人家。咱做一个实在点的男人，你要真的哪天你自己有这个本事了，你有这个钱了，你再来找他再谈这个事儿，否则现在你俩就掰了。他现在是贪图你的美色，然后坚持的想走下去，不顾父母的反对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有对未来生活的一个预判吗？你知道你要肩负什么样的责任吗？你刚才说了，你很骄傲的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，就证明在农村你是独生子女，你们家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但是你又做不了主。这边问房子也问彩礼，这边什么都给不了。你告诉我，你们俩结婚以后靠什么生活？再退一万步讲，替女方说一说啊，男方家是不是得表个态呀？你们最后给出的借口是过2年再卖，把这个门市房卖出去，门市房还能租出去。那门市房现在租着呢吗？租着呢。你的父母如果真的愿意的话，会说出来，房子就不给你们买了，家里现在就有一套门市房，没有现钱，我可以过在你们俩名下，你们俩以后指这门市房攒点钱了，自己看上哪儿去交个首付买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一直都是你可以，你父母可以，那之前发生那些事你没见你解决什么呀？在我的视角当中，听你们俩说，你就是传话的，你不是一个解决问题、处理问题的人。再说女方，咱说句最直白的话，男方这边你可以很坦然的说，你选择我就选择，你不选择我就拉倒呗。但是你为什么要反复妥协？20万不行，18万8我也忍了，房子不给你买我也忍了，他父母对我这样我也忍了，他们家对你这样，未来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让你嫁到那边之后过得更不如意。你这等于里外里在玩自己，你考虑过这些吗？你要不考虑这些，俩人在这谈什么呢？真是一个谈美色，一个谈金钱。先把自己是个什么样性格、什么样思路的人想清楚了，再聊结婚的事儿。你们是在为自己而活，你们是在为了你们自己的未来去选择一个配偶。这个女生哈，你一点都不了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，你俩从认识到现在多久了？差不多快2年。一点都不了解他，我都想说你压根儿就不认识他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在主导的。他喜欢你，他就能说服他父母，在你们相处1个月的时候就商量着要给你们订婚。他跟你吵了个架，他父母直接就能翻脸让你俩分手。他父母那么坚决的后来反对你俩在一起，你俩不还是订婚了吗？人家妈把你都删了，劝你和他儿子离开，你俩不还在一起吗？你用脑子想想，谁在主导啊？他父母什么时候给你画过饼？都是他在给你画饼啊！你是被他拿捏的死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证明啥呢？你要证明一个年轻的没有结过婚的小伙子愿意娶你，你就很光荣。你要证明一个家里还有个商铺，条件还算凑合，长得也还行，看起来温温和和，好像听你话为你要死要活的男人愿意娶你，你是个很好的女人。你的证明最后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。你觉得你俩之间有爱情吗？他敢找一个比自己大3岁、结过婚、离过婚、带孩子的女生，他多有主意啊！他真要是父母跟前的什么妈宝男，听爸妈的话，农村出来的憨憨的小伙子，他会找你吗？你可真是不认识眼前人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俩结了婚你也得离。从上一段婚姻里走出来还没整明白呢，又进入下一段更整不明白的关系，这不简直一锅粥吗？我其实真的是建议你们分开，但是如果觉得一段关系开始了也挺不容易的，那至少现在先别着急结婚。刚刚的姐姐好歹嫁了一个像男人的男人，他男人虽然散漫，但是个能够养得了家、扛得了事儿的男人，他才能自己开心的要在小区弄一片地养鸡。但是对于你来讲，你恐怕真的是只如自己所预料的，你不但有女儿要养，还多了个儿子要养。他妈也看得没错，但这个儿子还挺坏的，真的，他用各种对你的过去放在现在来打击你、压制你。哎呀，我们都担心你会拿了钱跑啊，我们村儿都是这样的，你一定会跟你前夫啊 no， 提醒你你是有过丈夫的，提醒你你是有过孩子的，你是有过婚礼的，你居然还敢要高彩礼呀！他就只差没有直接像他爸妈那样说了，你还有脸要？
他就要通过这一些方法逼你自己降价，不停的降价，降到有一天告诉他说，我因为爱你，我真的愿意倒贴。然后真倒贴了以后，他得到的是什么？是一个免费的老婆，吃了霸王餐。然后你得到的是什么？你得到的是你的丈夫会把你放在家里，要求你去过你不喜欢的日子，因为他所描述看上你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貌美。那么请问你的独立人格呢？请问你自己可以养活自己的独立精神呢？请问你目前能在社会立足，而他连工作却没有，你的能力呢？他看到了什么？当他不认可你有别的任何能力，只拥有貌美这一件事的能力的时候，你猜他要干嘛？结了婚了以后是不是要关在家里？因为你貌美，你怎么敢出去呢？你如果想去做一点什么工作、什么事业，你只有貌美这一个能力，你怎么能够出去挣钱呢？而貌美在这一个繁殖里头还能起到的作用，就是让后代增加一点容貌分吧。所以你就好好的跟他接着生孩子，你的人生将会被剥夺，因为你只拥有一个优点，叫貌美。你想吗？当这个男人夸你貌美，而注意不到你身上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其实是对你的一种贬损，而不是赞美呢？你刚刚不是说，他也说那个门面房是可以给你们的，然后呢就不买婚房，你也点了头，他也点了头。他父母一定也可以这么做，但他父母要做的方法是，要么先得结婚吧，不结婚的话，我的门面房也不可能给一个不相干的你啊，对吧？然后我可能再会以立遗嘱的方式公证一下，这套门面房将来归我儿子。完了，你离婚的话跟你没关系，甚至也因为指定了继承人跟你没有一点关系。你以为你得到了什么？你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用父母的门面房作为自己唯一的资本，四处骗女人的男人。他除了这一个门面房的饼，他还有什么饼可用吗？这是父母的棺材本啊，你们也真啃得下去啊？你嫁这种男人，那简直是自寻死路。他目前就不是一个男人，他是个男孩儿。他什么时候适合结婚？就是当你自己至少存够了一个房子的首付，你至少给自己存够了你能承担的彩礼，跟你的女朋友达成个共识，彩礼比如我存不到18.8万，我能不能存到8万，我跟我女朋友聊聊。但当你连一点存款都没有，连存下钱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，别再拿你父母的那点棺材本出来画饼了，否则让人看不起。而你这段关系不能再留了，留在这段关系里头也只会让人看不起。男生，米娜老师这些话你认同吗？我承认。我觉得我看对了。我的观点跟几位老师不太一样。就通常如果一个男人在被如此质疑说的如此不堪的时候，他一定会为自己辩驳，但他没有。他我认是这样，这是习惯性的服从。就如同你服从你父母的意愿一样，哪怕你一个字都没说我们俩没事儿，父母觉得你有事儿，就会给你介绍相亲对象。所以你生在一个你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家庭，你多想摆脱这种困境，你遇到了他。我知道他外表肯定是吸引你，但我认为他更吸引你的是他的内核，就是米娜老师刚才说的，他独立，他有经历，所以你现在把他当成了你对抗父母的盾，什么事都传声筒式的沟通，哎，你去上吧，我不行。但是如果遇到问题，你只会用男孩般的这种状态，谈恋爱似的死缠烂打，我缠着你，我真的是爱你。你现在没有能力，但你真的是爱他。我看到的是你对他这份真情，但这份真情是否能够适合，要看女生。你把他当成什么？为什么你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呢？他身上有什么让你如此抓住不放的优势吗？我觉得有一个，就是他比较单纯简单，他听你的。你知道他没有成长啊，所以你认为他是现在最懂你，能够治疗你伤的那个药。这就是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如此之扭曲，却还要紧紧的绑在一起。所以我没有几位老师看的那么悲观，我希望你们争一次。你要成长，你要敢于跟自己的父母说不，你要敢于
跟一些治愈你的声音说不，我不是这样的，我不要总是认，你要为自己争一把。女生，你只能靠自己疗愈你的伤。如果真的你现在还在受伤，把它只当成药的话，你赶紧走，因为它只能弥补你一时，但它无法给你强大的后盾。真正需要什么，你们2个人都要想清楚，然后做决定。我觉得你们俩有希望，可以抗争一把。那究竟何去何从？你们自己思考啊。那接下来我们把2组嘉宾都请到我们的转门后边，稍作思考，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。来，请回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对夫妻的选择啊，这应该没啥悬念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你俩有啥相互要说的吗？给我把那鸡窝整一整，别让黄鼠狼再进去了。行。其实还是一对挺有感情的夫妻，可能在这个婚姻过程中有一些彼此的可能需要磨合的地方，我们好好磨合就好，好不好？行。美好发生，怎能不看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。好好过日子啊！祝福你们，再见。这对订了婚的算是未婚夫妻哈，他们会出来吗？未知。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了吧？哎呀，不好说呀。来看看他们的选择吧。来，请开门。哎呦，出来了。所以情感疗愈团导师们的祈祷没有成功。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出来？这出来以后咋的呢？该我往后改，绝不再欺骗他，好好工作，好好挣钱，好好工作，好好挣钱，扛起责任。哎，是未婚妻啊，这说半天，你这苦笑着出来了，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看看怎么样。那还着急结婚吗？不着急。小伙子还着急结婚吗？我想的是先好好工作，好好挣钱。哎，好好相处，好好了解，抛开什么的彩礼、婚房、父母什么的，你俩真正的打开心扉，好好的相处，好好的相爱一把。再说婚姻的事儿，那叫水到渠成，好吧？美好发生，怎能不看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。那就好好相处吧，好吗？好，一起成长，加油吧！好，谢谢导师，再见。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赞助商，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